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豆豆。萧炎一直闭关修炼到丹会开始的前一天，这一届参加丹会的人数是有史以来最浩大的一次。虽然萧炎是为了3000焰炎火而来，只要能进入前10就行，但当年药老便是丹会冠军，作为他的弟子，萧炎自然也是想要争上一争的。丹会参赛最基本的资格便是要达到5品炼药师的层次，而在得到参赛资格后，他们还需要闯过2大选拔关卡才能真正的入场。在丹会举办比赛的广场边际有一片深灰色的空间，这片深灰色的空间便是第一关，名为幻境关卡。那些深灰色气体产自于一种名为幻魂兽的魔兽，不仅能遮掩人的视线，还能对灵魂探知造成一定的阻碍。而且那片空间另有玄机，很容易迷失其中。参赛者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从里面出来，否则便会失去参赛资格。通过这一关便具备了资格进入丹界。据传丹界是很久以前丹塔的一位斗圣强者所创，丹界中有无数的天材地宝和外界难以寻找的稀罕药材，进入其中的炼药师都会被分配一张记载着一些珍稀药材的单子，参赛者需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找齐这些药材，才能从丹界中出来参加最后的比试。叶虫告诉萧炎，在丹界中发生的事，丹塔一般都不会插手，若是他在其中遇到玄冥宗的陈贤，只要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，尽管动手便是。玄空子在将参与丹会的3个步骤讲完之后，宣布本届冠军不仅能够获得丹塔巨头候选者的名额，还能得到一卷远古的灵魂修炼之法。无数的炼药师因为玄空子的话，眼睛瞬间变得血红，萧炎的呼吸也变得粗重了许多。丹塔巨头候选者的身份他并不在乎，但为了这卷灵魂修炼之法，萧炎一定会拼尽全力。萧炎和一众参赛者进入了那片深灰色的扭曲空间，虽然这些深灰色的气体能压抑灵魂，但以萧炎如今灵魂的强横程度，还是可以轻易探知周遭的情况。这片幻境空间中还有着迷惑人心的幻象，好在萧炎现在的实力够强，在见过药老、薰儿、彩铃、肖战以及云云这些让他记忆深刻的人后，一个庞大的扭曲黑洞出现在他面前不远处，而这个黑洞便是通往丹界的空间通道。通道前有一片丹塔强者强行构建的空间停歇点，此刻这片空地上已经有不少通过幻境关卡的参赛者。萧炎一出现就引来了在场炼药师的注意，因为在场的人都是未来的竞争者，所以大多数人都是独自分散开的。萧炎在看到曹颖和宋清后并未上前，只是向他们点了点头。他并不了解这2个人，所以没有想过与他们牵扯过深。宋清很满意萧炎的识相，曹颖却十分不高兴萧炎3番4次服了他的面子。空间通道中的丹塔人员见时间差不多了，扫了一眼场中的人，让进入丹界的人在他那里领一张任务药单以及丹界的地图和1枚空间石，就可以进入其中。丹界并不适合人久待，参赛者只有10天的时间搜寻任务单上的药材，找齐药材后可以前往地图上的出口，而他们在性命攸关时，只要捏碎空间石就会被自动送出丹界。不过这也意味着将会失去参赛的资格。在不少参赛者都进入丹界后，萧炎才慢腾腾地站起身，在感觉到身后空间的波动，萧炎偏过头，看到与自己有过过节的陈贤出现。陈贤看到萧炎经过他身旁时，脚步一顿，轻笑着说：“没想到你命还真挺硬的，居然连那一位出手都是未曾取你小命。”萧炎嘴角浮现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，低声说：“陈贤少宗主，在丹界的时候你可得躲好一些，不然的话玄冥宗可就绝后了。”陈贤目光森冷地盯着萧炎，片刻后说：“这句话我也送给你，千万不要在丹界中被我撞见，否则我会让你明白什么叫做生不如死。”说完，陈贤便进入了丹界。萧炎一进入丹界就非常幸运地遇到了千年地黄金，以及比青莲坐台更胜一筹的地心玉母和更加珍惜的地心魂髓。在得到了这等天材地宝后，萧炎便决定前往丹界地图中画了红圈的地方万药山脉，寻找自己任务单上的药材。破落的丹界并没有很大，萧炎经过几个时辰的赶路，就到了万药山脉。万药山脉外围的一片小山丘上聚集了大片的人群，萧炎眉头紧皱，不明白这些参赛者汇聚在这里是想要做什么。他顺着人群缝隙看到了里面正说着话的宋清和曹颖。宋清身为丹塔的人，对丹界还是比较了解的，他知道所有参赛者的地图上万药山脉都被画了红圈，
但万药山脉中魔兽特别多，其中统帅这些魔兽的是一头半只脚踏入8阶层次的绝世凶兽。这只凶兽将万药山脉的天材地宝都搬到了他的洞府之中，其中就包括了很多他们需要的任务品，尤其是他的麾下还有很多实力强悍的魔兽。所以宋钦建议参赛者暂时联合，先对付那头凶兽，拿到任务药材后再做打算。很多参赛者都被宋钦煽动了起来，不过这并不包括萧炎。但萧炎正打算转身离开的时候，陈贤带着2名老者出现。陈贤看到萧炎后，带人缓步走向他，说萧炎的运气看来并不好。随后他猛地指向萧炎，让2名老者杀了萧炎。就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，被这边动静惊动的宋钦和曹颖现身。曹颖得知萧炎和陈贤有恩怨后，笑着问萧炎怎么到处与人结仇。萧炎漫不经心地说，一些跳梁小丑而已。陈贤被萧炎的话气得要死，曹颖从中调和，建议他们暂时放下恩怨，先联手过了万药山脉再说。曹颖在丹塔的身份远非陈贤这个少宗主可比，所以不好服了曹颖的面子。宋钦称赞陈贤大度，目光转向萧炎，说他们还需要人手，让萧炎跟着他们，到时候击败了凶兽，萧炎也能白捡点便宜。听到宋钦的话，萧炎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货色，明明想找免费的打手，居然还说的好像让萧炎占了便宜一般。萧炎懒得与他们废话，随意的挥了挥手，说自己不习惯与陌生人合作，转身便走。宋钦没想到萧炎这么不给他面子，陈贤不着痕迹的上前，对着宋钦手掌在面前的虚空轻轻一划，恼羞成怒的宋钦立刻同意了陈贤想要杀了萧炎的做法。陈贤身后的2名老者在他的示意下偷袭萧炎，但他们击中的却是萧炎的残影。此时的萧炎突然出现在陈贤背后的空间，对着他的后背心一拳打去。陈贤强行转身，用手中的铁扇横在面前。这一击萧炎并没有留手，即使陈贤用铁扇挡了一下，也依旧被萧炎打得口吐鲜血。攻击萧炎的2名老者反应过来，接住了倒飞的陈贤。陈贤脸色狰狞的让他们杀了萧炎，他要让萧炎生不如死。萧炎的速度太快，那2名老者只有1人出手对付他，另一个则留下保护陈贤。老者面色阴沉地说，萧炎招惹了陈贤，就是招惹了玄冥宗。萧炎说，这话还是与你那少宗主说要好一些，一直以来都是他在招惹。萧炎的话让老者无话可说，毕竟事实如此，若不是陈贤小气巴拉，他们根本不会结怨。面对这位9星斗宗的老者，萧炎施展出天火3玄变，一击震退老者后，萧炎立刻转身攻向陈贤。护着陈贤的长老见萧炎前来找死，刚想对上他，却被萧炎放出的地妖魁缠住。陈贤见2位长老都不得控，终于脸色大变。他知道现在想逃已经来不及了，所以决定拼死一击，但却依旧被萧炎打成重伤。对于险些让自己丧命的陈贤，萧炎并没有想过要放他一马。陈贤见萧炎满身杀气，自己的威胁也不起任何作用，心中终于涌上一抹后悔。要是早知道萧炎这么狠的话，当初他绝对不会招惹萧炎。望着一脸恐惧的陈贤，萧炎让他下辈子投胎，记得动歪脑筋的时候多想想后果。随后萧炎手中的重尺对着陈贤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，但这个绝杀却被一旁的宋钦动手挡住了一会儿。萧炎知道宋钦是想要为玄冥宗的长老争取时间，他的身后一股磅礴的斗气直指他的后背心，若是萧炎执意要杀陈贤，后方之人也必取他的性命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萧炎手掌诡异的一抖，一股暗劲重重地轰击在陈贤的小腹之处。暗劲一送出，萧炎手中的重尺猛地向后甩，与后方老者的掌锋撞击在一起。萧炎稳住身形后，目光阴沉地转向了宋钦身上。宋钦说，陈贤已经加入了他们的联盟，萧炎不该对他出手，还说联盟中的每一分力量都是打败凶兽的本钱。质问萧炎攻击陈贤是不是不想让他们通过选拔。萧炎说，宋钦颠倒是非黑白的能力不弱，但在场的人也都不是傻子，究竟是谁的问题，大家都有眼睛耳朵，看得见也听得到。他让宋钦少说废话，要是他不爽的话尽管出手便是。大庭广众之下，宋钦自然不可能服软，而是说炼药师的本事可不是打打杀杀，让萧炎真要是有本事，他在丹会上等着。萧炎压根不想搭理宋钦，召回地妖魁。玄冥宗的2位长老此时也发现萧炎将陈贤的经脉给震断了，以陈贤现如今的伤势，想要痊愈希望十分渺茫。曹颖出声打圆场，让玄冥宗事后向丹塔求助，说不定能医好陈贤。玄冥宗的2位长老知道仅凭他们是留不住萧炎的，因此并没有再说什么。
曹颖邀请萧炎跟他们一起行动，这样击败凶兽也会多些把握。萧炎摇了摇头，谢过曹颖的好意。他独来独往惯了，并不喜欢与人成群结队。话音一落，萧炎就察觉到一道异样的目光在他身上扫过。这道目光让萧炎浑身的汗毛都有种竖起来的冲动。萧炎心头猛地一震，在下方山丘的边缘处，他看到了一名冲着他笑得十分诡异的黑衣男子。这个神秘的黑衣人给萧炎一种很压抑的感觉。这种感觉，萧炎只在斗尊强者身上感受过。他没想到丹会竟然还有这么强悍的存在。深深地看了一眼那个黑衣人，萧炎便脚踏3000雷动离开了。而山丘边缘的黑衣男子望着萧炎消失的地方，缓缓地说：“萧炎，你跑不掉的。”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